2006年，朝鲜一声刺耳的轰鸣震撼世界，核试验的号角终究还是吹响。在全球持续推进无核化的大背景下，朝鲜此举无异于赤裸裸的挑衅。对此，美国震怒，第一时间通过联合国开启了对朝鲜的全面制裁。时至今日，制裁仍未停止。然而，人们却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：朝鲜似乎无惧制裁，依旧过得风生水起。纵观当今国际社会，朝鲜的待遇可谓是独一份，制裁成为了压在这个国家心头沉甸甸的巨石。在联合国的舞台上，朝鲜也显得格格不入，仿佛一座倔强的孤岛，执意与全世界唱反调。而这一切都与核武器有关。核武器终止了二战，却也让全人类战栗不已。因此，战争结束后，防止核武器扩散成为了全球共同的目标。早年间，世界各国就共同签署了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。该条约的核心可以被概括为2点：第一，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再扩充核武器库规模；第二，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停止研发核武。2004年，联合国1540号决议出炉，核武器的不扩散原则再次被重申。然而，有一个特立独行的国家将这一切都视为耳旁风，这个国家就是朝鲜。原本，朝鲜也是不扩散协议中的一员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朝鲜的想法逐渐改变。为了应对半岛局势，直面韩国与美国所带来的威胁，朝鲜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也要开发核武器。朝鲜的选择令国际社会震惊不已，一时间，半岛上空弥漫着紧张的阴云。2006年10月，朝鲜的第一次核试验彻底引爆了舆论。国际社会纷纷谴责朝鲜，美国反应最快，当即便提出要对朝鲜施加制裁，阻止核武器的进一步研发。就这样，联合国1718号决议诞生。这是一份详尽的对朝制裁方案，涵盖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多个方面。一言以蔽之，如果朝鲜不就此收手，势必被全世界孤立。在经济上，朝鲜无法参与国际金融体系，贸易也受到了限制，更不必说建设跨国公司。在政治上，朝鲜的话语权被限制，成为了谴责的对象。此外，决议还严格限制了各类原材料的运输，试图从根源上削弱朝鲜的军事力量。面对制裁，朝鲜态度强硬，不仅多次出言反对，也从未停下研究核武器的步伐。就连调解朝核问题的6方会谈也陷入了僵局。而联合国也不肯让步，一个接一个的制裁决议相继出炉。但纵然如此，直到今天，朝鲜的态度依旧未变。金正恩上台后，更是把经核并举写入了宪法，一手抓经济，一手抓核武器，没有给联合国留半点面子。然而，在这种极端的对抗下，一个奇怪的现象却出现了。毋庸置疑，制裁并非目的，而是手段。换言之，联合国之所以要制裁朝鲜，并不是没事找事，而是为了让朝鲜调转车头，停止开发核武器。平心而论，这些制裁已经堪称严厉，几乎涵盖了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，试图堵死朝鲜的每一条退路。最重要的是，联合国的制裁频率极高，几乎伴随着朝鲜的每一次核试验，手段也在持续升级。按理来说，朝鲜早就该坚持不住了。然而，事实却恰好相反。朝鲜完全没有后悔，不仅在核武器问题上丝毫不让，还在别的领域与美国硬碰硬，气得美国七窍生烟。前不久，美国兰德公司发布了一份报告，报告中明确指出，朝鲜已经变得善于逃避制裁，并在漫长的被制裁过程里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应对之法。这些应对的方针维持了朝鲜国内的稳定，确保整个国家是一块无坚不摧的钢板，既能维系现有的政治制度，又为军事武器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资金。与此同时，朝鲜还维系着在国际政坛中的高姿态，将本国对西方的忌惮与厌恶贯彻得淋漓尽致。朝鲜的强硬同样是对韩国的一种威慑，从而使半岛局势维持着微妙的平衡。一个绝不低头、言出必行的朝鲜，足以令韩美难堪。事已至此，疑问浮上心头：朝鲜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？金家所谓的白手套到底是什么？在躲避制裁方面，朝鲜是十足的老手。其实，朝鲜应对制裁的秘诀主要有3种。第一，发展外贸。乍一听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朝鲜外贸的确多年来都是赤字，几乎没有收益。但是这一情况在2011年年底竟然发生了改变。2012年，朝鲜外贸甚至有了顺差，而这些成绩还得归功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项政策。世人皆知朝鲜的先军政策，却鲜少有人知道，在80年代，朝鲜也曾高举贸易优先的旗帜。1986年，朝鲜还建立了国际贸易公司，真正开启了外贸赚钱之路。近年来，尽管制裁从未停止，但朝鲜的外贸系统也在不断寻找突破口。与一般国家不同，朝鲜的外贸体系往往与整体政治布局密切相关。
换言之，朝鲜放大了外贸公司的体量，举全国之力发展贸易，用于抗衡制裁。朝鲜快人一步，在真正的制裁到来前就已经搭建了外贸体系，成为了应对制裁最重要的武器。因此，朝鲜看似孤立，但实际上，朝鲜同样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取了不少红利。当然，最真实的数据究竟是多少，恐怕只有平壤的核心权力圈才能知晓。第二，对外劳务输出也是朝鲜谋生的重要举措。所谓对外劳务输出，实际上就是朝鲜劳动力外出打工赚取外汇。此前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在一片拥有124家韩国企业的园区里，朝鲜员工约有 5.5 万名。这 5.5 万名员工每年会收到超过1亿美元的工资。有趣的是，按照协议规定，这些工资并不是直接打到员工本人的账户里，而是需要根据朝鲜的法律缴纳一定比例的忠诚基金后，再由集体账户分发给每个人。目前尚未有明确的数据调查探明朝鲜海外务工人员的总数量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批外出务工的朝鲜人，他们所带回的收入也是朝鲜外汇的重要组成。换言之，有了这批劳动力，朝鲜应对制裁的底气便又多上几分。第三，为了拓展业务范围，削弱制裁所带来的影响，朝鲜偶尔也会充当中间人的角色。在较为敏感的军火领域，常常能寻找到朝鲜的身影。朝鲜会为一些非洲国家提供军事服务，这种军事服务既包含买卖武器，又涵盖军事训练。此前，埃塞俄比亚有2座军工厂拔地而起，据知情人士透露，这就是朝鲜海外援建的手笔。不仅如此，乌干达与安哥拉等国也常年与朝鲜保持着军事合作。就算联合国想要从中禁止，也往往无济于事。毕竟，联合国不能限制朝鲜人正常出境工作。据悉，在军火贸易领域，朝鲜每年的获利额度也能达到5至10亿美元。近年来，朝鲜的赚钱招数依旧在积极寻求创新，比如旅游业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热门。被制裁而形成的封闭环境，恰恰成为了朝鲜旅游业的最大卖点，不少游客都心向往之。一旦朝鲜旅游业发展起来，势必又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。如今看来，尽管各项制裁措施十分严厉，但朝鲜似乎总能找到突破口，令制裁无法真正落地。朝鲜多年来的坚持也再度拉高了整个国家对核武器的重视。未来朝鲜半岛的局势究竟会如何发展？这场制裁何时才会画上句号？仍需要拭目以待。